嗨，小伙伴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讲书了。最近我读了一本叫做《Make Your Bed》的书，它是由一位美国的海军上将所写的。他是美国海豹突击队的司令官啊，而之前带领着海豹突击队去抓获本拉登，所以属于特种部队。他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这些考验都是非人一般的折磨，要在海豹突击队当中生存下来是极其困难的，对人的意志力以及体能都是极限的考验。不光要上刀山下火海，可能要钻入泥潭，还要跳伞，还要去潜艇下面装炸弹，去战场的前线救人质。在这本书里，这位上将不仅分享了他大半辈子所经历的军事行动，差点险些丧生，以及他能够坚持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哲学。他也在书里讲到说，不管你是在社会什么样的位置，不管你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其实人的痛苦和挣扎，人生的考验都是非常相似的。他相信这些人生哲学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底层的原则是极其相通的。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我在这个书里学到的，对我启发特别大的几条人生原则。第一条特别触动我的原则是，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请先整理你的床铺。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start off by making your bed。 有一点像咱们中国的古代哲学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咱们知道海豹突击队要面临的挑战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他经常要下到油井当中去抢救，在潜水艇下面游下去去装炸弹，有几次潜水艇下去还浮不上来了，还有在一些战场当中会有突发的爆炸伏击，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生死考验。哪怕是他跳伞在空中撞击受伤了以后，这个裆部啊背上啊全部咔的一下撕裂，听起来就很痛啊，然后整个人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哪怕是在这些最艰难险阻的环境当中啊，他也要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像一个豆腐块一样，整个床单是没有褶皱的，全部都掖好。他每天早上要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给他带来非常强的成就感和掌控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有可能你就战死了，有可能你的战友就消失了。这一件完全确定的任务，它会给你带来生活的信心，活下去的勇气，表示我是一个有纪律的人，我是一个专注细节的人，我可以完成各种各样无论大和小的事物。那么你在一天当中，你就有了一些动力。他在书里是这样写的 They all understood that life is hard and that sometimes there's little you can do to affect the outcome of your day. In battle, soldiers die. Families grieve. Your days are long and filled with anxious moments. You search for something that can give you solace, that can motivate you to begin your day, that can be a sense of pride in the oftentimes ugly world. Sometimes the simple act of making your bed can give you the lift you need to start your day and provide you the satisfaction to end it right.总之，生活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会发生。如果你能给自己一些小事儿做到极致，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掌控感。第二点让我触动很深的是，真的不要怨天尤人。他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他的一位战友，很优秀的一位海军铁人三项，都拿各种奖，身体很强壮，但是在一次骑行的过程当中意外出现了车祸，撞到了，然后下半身全都不遂了，所以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也没有抱怨过生活，而是去继续学习他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他成为了一名很不错的艺术家，学会了画画，还把女儿给养大了，同时也还是经常参与这个海豹突击队的各种体育赛事的监督他们去做铁人三项的运动。他以自己的方式仍然在这个社会上去发光发热。还有一个非常触动我的，在阿富汗战场的一位美国年轻的士兵，不小心被炸到了，整条腿就没有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这位上将去看他，他问他怎么样，然后这位小伙子连泪水都没有流，他就很淡淡的说了一句说 I will be okay， 我会没事的。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这个小伙子就装上了一条假肢，又快快乐乐的回到了军队里面，和他的同龄人打成一片。当出现这样的人生意外重创的时候，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迈过这个心理的坎儿吧，可能会埋怨一段时间，凭什么是我 Why me？ 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但是这些经历过战场的人反而从来都没有抱怨。我觉得这一点也挺神奇的，就是有一些心理学研究哈，我之前在其他的书里读到过，就是讲到经历过巨大的人生灾难的一些人反而是非常乐观的，并不是
所有的重大的事件都会带来创伤，留下长期的创伤。你看，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旅游，反而是这些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的人，他的心里特别的淡然。我之前有个四川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就是因为四川人经常会经历地震这种生离死别的事情，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所以他们特别乐观，特别乐天派，很会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经历过这个下线之后，他在体验生活的其他的细小事物的时候，就会感觉一切都这么美好。其实说实话，我也有这种类似的体验吧，就是23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场车祸，当时被这个油罐车撞到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时间真的停滞了，这个玻璃就哗哗哗哗哗，全部像蜘蛛网一样裂开来，门被困住了，出不来，感觉呼吸都停滞了，是特别恐惧的。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反而觉得吃的东西更有味道了，洗澡也感觉很舒服，做什么事情都很有味道。就很奇怪，你明明经历了一个极其恐惧、极其消极的事件，但是你后面的体验反而是更加积极的。我们的幸福可能并不是说一定全都来自于积极的体验，而是有一些负面的体验和积极的体验产生了对比，有这个对比的强度，会让你觉得这个积极的体验更加的积极。就有点像你光吃甜食没味道，光喝咖啡苦死了，但是你吃口甜食吃口咖啡，可能就会觉得味道的层次很丰富，可能这也是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构成方式吧。所以这个上将强调的是不要怨天尤人，既然已经发生了，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你就顺应自然，去把你能够做好的东西做好。老天给你的牌不是最好的，但是尝试着 make it right， 让它变得最好。 Life is full of difficult times, but someone out there always has it worse than you do. If you fill your days with pity, sorrowful for the way you have been treated, bemoaning your lot in life, blaming your circumstance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else, then life will be long and hard. If, on the other hand, you refuse to give up on your dreams, stand tall and strong against the odds, then life will be what you make of it, and you can make it great. 第3点特别触动我的是，没有任何决策是完全100%确定的，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做出选择，可能是硬着头皮做选择，也可能是大胆的往前走。You must dare greatly。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有什么军事行动是100%确定的吗？还真的没有。就算你有非常精英的部队、精英的军人去做各种各样的计算和分析，但是战场上仍然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发生，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你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这本书里他分享了一个拯救美国人质的过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线直升机降下去，降到这个基地里面，然后偷偷的潜入进去，然后把人质救出来。一个环节出错的话，可能整个全军就覆没了，所以是非常高风险的这些任务。他们做了非常非常缜密的计划，搜集了所有的情报信息，然后一起决议了之后，然后采取了一条措施中间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情况，但最终这个人质被抢救出来了。他在03年左右的时候，在伊拉克的前线和阿富汗的前线去带领部队去作战，他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有后果的，而且可能都伴随着失败。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会产生失败而不去做决策，因为每一个决策背后除了失败，也有很多的胜利和成功。他说 For every failure, for every mistake, there were hundreds of successes. Hostages rescued, suicide bombers stopped, pirates captured, terrorists killed, and countless lives saved.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读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你就会发现，越是处在社会重要的位置，越是在一个组织的 top 的级别，你所做出的决策的风险是越高的。而且这个风险其实跟抓纸鹫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记得几年前我读了奥巴马的一部传记，他在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写了很多书嘛，然后他的有一本书叫做 The Promised Land， 讲他在总统就职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决策过程，其中就有讲到去抓捕本拉登的时候，他问他的助理，问他的团队，你有多少胜算能够抓住本拉登？他说其实就 50-50， 只有50%的胜算。奥巴马就拍板说抓。你看这不跟翻硬币的概率是差不多吗？当然也会有美国的选民会质疑那你胜算这么低，你还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风险极高，这个决策才会到总统的手里才会到一个组织一把手的手里，不然要他干什么？就是让他拍板的嘛。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点像
丧这个过程，你越是重大的决定，它是没有回头路的。你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时间到了你还是得做选择。但好在人生大多数的决策，我觉得都没有这么高的风险，甚至是胜算更高的，你都是可以掌控的。就像学习呀，或者是锻炼啊，你做好平时的日常工作，你基本上能拿到80%到90%的你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情，那确实是需要一些胆量去选择的。当然不是说脑子一热就开始瞎做决定啊，就像很多那些散户炒股一样，你 all in， 然后倾家荡产还贷款去炒，这种都非常不理智。我们要做的是收集足够的信息，要判断自己的能力边界，要去客观的看待，寻找真相事实。那么在清晰思考那本书里，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讲述视频啊，你可以自己找一下链接，怎么样去做重大的人生决策。然后他有讲到说什么时候你应该停止收集信息，必须做决策了，什么时候还应该继续去观望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就是你的横轴呢是决策的信息量，信息在前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有帮助于你的决策的准确度和质量。但是当你的信息足够多了以后，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它会有一个最大值的极限。所以差不多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再收集信息也没有意义了，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到了这个最大的信息点，马上就 act，做行动。那最后一个特别触动我的点呢，是在这本书的末尾，他有讲到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非常 powerless，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一个小喽喽，我又不想改变世界，我把自己过好就不错了。其实你这么想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如此吗？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你真的只影响你自己吗？你会影响身边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可能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怎么样做，你都在悄悄影响身边的那么几个人。我特别喜欢书里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你一个人如果改变生活中10个人的人生，深深的影响他们，那这10个人有可能会影响其他10个人，那1代、2代、3代、4代、5代人过去了，得影响多少人呢？ If every one of you changed the lives of just 10 people, and each one of those folks changed the lives of another 10 people, just 10, then in 5 generations, 125 years, the class of 2014 will have changed the lives of 800 million people. 他分享了在战场当中一个小小决策的例子，哪怕是不起眼的小小的士兵，观察到了战场上有一些不对劲儿，于是呢就通报给自己的团队，整个团的人的生命就被保住了，避免掉了那土炸弹的袭击。所以你也不要小瞧自己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个微小的决策，可能你会影响到你家人的生活，可能影响到同学的人生，也可能影响到工作环境当中的这些人的人生走向。所以不要小瞧自己的影响力，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都在以蝴蝶效应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哦。你想象一下，你今天读5页书，明天读5页书，你1年下来能够读好多本书，那10年下来能够读掉几十本的书，你的认知方式提升了，你的工作能力变强了，你的脑袋变得更灵光了。你是只在影响自己吗？不止哦，你在带着身边的人也变得更加优秀，你甚至是让我们中华民族变得更优秀。你通过不断的看咱们夏冰雹的视频，也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变得更加的强壮，让你的智慧肌肉不断的长出来。你不光是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也是在造福整个人类社会啊！你看往远了看，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其实都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就像书里所说的 Changing the world can happen anywhere and anyone can do it. So what starts here can indeed change the world. 好啦，这就是差不多我的读书感悟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呢很薄，也才100多页，每天翻个几页很快的，而且挺简单的，就是有一些军事词汇会稍微难一点，人生哲学还是挺好读的，很容易带入，甚至会让你泪流满面哦。如果你是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我觉得完全可以读懂这本书，起码能够读懂个70-80%。谢谢你耐心的看完本期视频，你的智慧又增长了。朋友们点赞、收藏、关注一下。对。如果你有什么感悟的话，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探讨。Alright， 我是爱读英文原版书的夏冰雹，咱们下次再见啦，拜拜。